习专会这一场会被大家说这个利益交换成型，有哪一些呢？今天我们就细节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包括了在美国晶片上面的解禁，还有呢中国大陆持续卡稀土，会不会有做一些松绑呢？再来我们会讨论到的是有关于中美军力的消长是否正从此刻开始已经开始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交叉出来的呢？那这一场习川会，观众朋友可以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现在是中国大陆比较战胜一筹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写1；如果认为美国比较胜一筹的话，欢迎在留言板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讨论跟互动。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一下解答。因为呢，现在是说 H200会开放给中国大陆的10家企业，那会不会呢？除了 H200，接下来会不会是更进阶的，包括了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尔的设备？它的光刻机也会被纳入在交换的条件当中呢，因为美国最希望拿到手的就是来自于大陆的稀土的。好，再来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军力问题了。因为呢，美国虽然很想要拿到稀土，但是我们看到它现在目前所要做的事情是一边要援助俄乌战争，一边又有中东战事不断的消耗它的弹药、它的武器库存，所以接下来它的军事优势还是可以持续维持住吗？还是会被稀土给反掐住呢？第3件事情，我们也会来看这一场习川会之后，大家在解读是不是中美军力的消长已经可以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甚至有出现东升西降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还是美国其实还是可以靠着科技跟盟友体系来持续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军事主导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习川会谈到现在，其实呢很多的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报道也帮观众朋友整理出了目前双方有达成的一些条件，有共识的一些条件。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承诺给美国采购的一些清单。那中国的承诺很多都是从美方自己这边亲自的说法，所以我们也来看到他们怎么说。首先，贝森特说大陆已经承诺购买200架波音的飞机了。那么在大豆上面呢，现在说中国大陆会扩大采购美国的大豆，至于数量现在还是未知的，所以这边先打一个圈。再来看的是农产品，这个也是打圈的，来自于川普的说法，大陆会采购美国数百亿的美元的农产品。至于牛肉，现在也是打一个圈的，本来一度是说要暂停出口，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了美国牛肉是可以出口的，已经拿到了许可证。台湾议题到现在呢，其实白宫纪要没有提，而且也都没有被讨论到，但是美国官员的说法是未来几天之后，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就会被拿上这个台面来做谈判。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放行了什么东西呢？现在来看到特别聚焦就是在晶片了。10家的中企可以买 H200，最多可以购入75000颗，这指的是一家企业可以拿到7万多颗。那现在被开放的企业被指出，包括了腾讯跟富士康都可以做购买。但是问题来了，大陆有需要去买，或者是大陆真的会愿意去买吗？大陆的政府会放行去买吗？这些都是问题。巴龙周刊说，川普放行所剩的版图甚大。那我们也来看到说，专家也做了预测，除了可能在 H200现在做开放之外，会不会美国为了要稀土，还会开放艾斯摩尔的设备，甚至是 Blackwell 来一起做交换呢？那有关于稀土的问题，美国贸易的代表格里尔则是说，大陆的稀土的出口改善，但是呢有所改善，部分仍然是拖拖拉拉的，到现在。很多的部分都还是被卡关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上志哥，以这一场习川会来看，目前到底中美谁比较略胜一筹？再来有关于晶片的部分，先是 H200放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尔设备都被纳入在交易当中？那大陆会想要买吗 ？H200，上志哥就这些问题怎么看？好，在这次谈完川习会之后呢，其实我们先看卢比欧啊。卢比欧一开始说，有关于这个科技晶片完全不谈，也不是这次的重点，所以一开始都觉得这跟晶片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之后呢，又立刻传出说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放行 H200。当然，现在这都是传说哈。要知道，美国对于其实 H200早前商务部就已经同意是可以卖的。可是呢，最后其实在辉达在
在丢这个申请的时候卡了好久好久，真的卡了大半年以上。而在卡了半天之后呢，又说美国政府要征收15%的部分的这个获利。然后呢，于是到最后真正拖延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大陆之后就不买了。一开始觉得应该有些零星会买，包括这次也说，哇，中国大陆有10家，腾讯啊、富士康都很想买，所以就卖给你。可是事实上最后来讲，中国大陆一片都不买啊。所以这里头其实看到，其实这还始终是中美博弈当中，我们讲本质就是有关于科技。包括晶片这件事情，尤其这是涉及到 AI 晶片。那这个部分其实到底谁放谁收呢？美国即使现在看起来，如果要放的话，这可对于美国内部鹰派来说，这难以想象、不可接受的哦，一定会有美国内部会有很多的阻力，之后会不会又因为阻力又改变呢？所以其实美国现在说要卖，到真正卖成了，以我们过去看 H200在前半年的部分，其实也都是卡关的。所以同时拉回到中国大陆，你说中国大陆难道就真的饥渴吗？历经了这超过半年以上的有这 H200这个晶片的这个争议。那么从黄仁勋来说 ，NVIDIA 当然我为你特别做了，我当然很希望能够卖给你。你说的后门问题啊等等之类的，我都已经完全克服解决了。但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只是为了要晶片有算力吗？我们都其实最近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想最新的消息是中芯国际新开了2条非常大的动线。等同是投资了2个全新的厂房，就是为了整个华为他们现在新做的有关于升腾晶片，那这个生产力，而且各方面虽然没有很精细的消息传出，那么至少在中国大陆的内部当中传出来是，他们无论事实上在整个良率或各方面符合华为的升腾晶片来讲的话，是可以大批的量产，而且渴望可能是未来1-2年内对于大陆内部的这些大模型的需求可以供应到一定的地步。好，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就不只是华为自己的升腾晶片、寒武纪，他们能做自己晶片，输你 NVIDIA 的晶片没错，但问题是晶片可不是买一个算力很好，它就是前面我们讲到 Blackwell。其实你如果用整个 NVIDIA 晶片，你就要在它的这个 Blackwell， 当然2026年有最新的叫 Rubin， 在它的这个系统上，你在写所有的算力，你就要被 NVIDIA 晶片给绑死，未来你所的软体就要在上面写。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一个算力的晶片，还有整个它架构的系统要在哪里。那华为升腾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就没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不只是华为或中国大陆的这些大模型，我们刚刚讲到富士康这些公司，乃至中国大陆的战略，它不可能再把未来 AI 的长期发展软体写在NVIDIA 的晶片上面嘛，然后受制于你 NVIDIA， 对不对？以后只能买你 NVIDIA 的晶片而已。这其实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华为现在对于它的升腾晶片，它所采取的光子跟这个 cluster 集成，也就是说大面积的堆积到几万片在一起，总加起来的算力要远比现在英伟达的部分 NVIDIA 的晶片个别厉害，可是呢，个别跟个别之间还没有办法用光子的部分通讯，这边还是其实是落后的。也就是说，打群体战，华为的晶片不会输了哦。所以，一直现在来讲，即使美国有意开放 H200的晶片，无论是善意也好，无论让 NVIDIA 来讲，其实可以稍微还是渗透一下中国大陆的市场，我觉得中国会买的几率非常低。好，本来美国视为这个晶片是他们的这个王牌哦，不过现在看起来大陆已经掌握了话语权，靠着这个科技晶片上面的自主哦，可以自己来掌握话语权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手上的王牌又能不能克住美国呢？也就是稀土，美国有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话语权？我们也持续来看到，因为目前呢，中国手上握有的关键稀土是超过全球的1半的这个产量的，储量是4400万吨，那美国只占不到5%，是190万吨。稀土之所以重要，因为呢，它用在战争当中，包括飞弹啊、战机、晶片都需要。纽时现在也指了，不是有这个美伊战争啊、中东战争，现在美国的军火要靠的，补它的军火要靠的就是中国。尤其每射1枚的飞弹，就更依赖大陆的稀土。甚至呢，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也是差非常的多，成本差距，飞弹材料哦，中美之间差了250倍，也难怪美国这么需要大陆的稀土。一方面是要来看说未来军力的消长状况，一方面也要来看美国的军事优势可以维持多久。厉将军又怎么看？首先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刚刚前一节在讨论，这2国元首这次见面之后，那2国元首共同都同意，美中要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那我想说这句话其实就代表了为什么中国愿意把稀土跟这个美国的不管是贝克威尔的晶片或者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来做一个彼此交换。所谓建设性，就是我们相向而行。就像是两个选手在比赛，我们两个到底要比的什么？是拳击赛呢，还是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彼此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哦，拳击赛是互相肉搏。那我相信所谓相向而行，就是建设性的相向而行，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跑道上面，我们比看谁的速度比较快，我们不要互相死绊着绊对方的脚。那第二个就是战略的，什么叫做战略？就是大的方向叫战略。我们讲战略，下面指导战术，战术指导战斗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战略，战略就是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大的方向来讲，美中双方都同意相向而行。那最后当然是这个方向一定是一个稳定的关系，而不是互相争斗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原则之下，那当然双方来讲，你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彼此互取所需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知道美国需要稀土这个元素，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都知道 AI 晶片或者是电力、电动车、风力发电甚至于科技的元素，甚至最重要的是军事方面来讲，都远远需要稀土这一类的装备。那光钧这样东西光钧这样金属，在中国的大陆的原产地，它的价位大概2块钱美金，但是到了美国现在变500块美金，你就知道稀缺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说没有这种钧，你的飞弹就做不出来。但是这是很明显的，在俄乌战争，美国支援给乌克兰的，或者是在这次伊朗战争支援给以色列，或者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所用的导弹，不管是战斧型这攻击性的，或者是爱国者防御性的，这种导弹消耗量都非常大。那媒体也估计嘛，最少要5到6年才可以补充完库存，所以他急切他要做这个飞弹出来，要做这个飞弹就一定要有钧这种元素。我想说中国在这方面，那我可以给你这个钧这种稀土元素，但是相对的，我们同样都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话，那是不是美国我们彼此有个交换？那我国家现在需要的是艾斯摩尔这个设备，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如果说是你美国不再卡脖子的话，中国可能自己就发展出来了。那甚至于贝克威尔晶片这个甚至于不管是 H200，就是所谓高阶的晶片，会不会中国自己在自己的架构之下，这个它就可以生产发展出来？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能都有这种认知，与其我让你自己发展出来，不如你将来是你的科技发展在我的架构之下。那中国是不是也是同样这种原理？就是说你可以做出你的飞弹，可是你的飞弹将来一定是在我的稀土控制之下才能够做得出来。我觉得基于这彼此这个互取所需了，我觉得是后续来讲，我们看到我认为川普在回到国内之后，会对这方面做出更大的一个说明。好，那同样的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稀土，因为中国大陆在稀土的储量还有生产量，就是提炼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销售量都是世界最多，4400万公吨，大概占全世界大概1半。因为全世界现在感觉到又经过调查，因为本来是9000万公吨全世界的储量，要经过调查，可能还有现在感觉到现在已经超过1亿吨了，这储量。因为有的现在科技进步，经过这种太空雷达，这个地方有稀土，可以定位的地质探勘是这样。那毕竟到目前来看，中国大陆的产量它是世界上第一，因为这个包含了技术跟环境污染的控制，还有放射线，这个都要很谨慎。所以中国大陆它就做3个，第一个以后要买稀土程序，你程序要去填那些单子，这是中文，这个程序就会把你做卡关。第2个卡关呢，数量，你要买多少数量，不是你要多少，没有，这是有数量做管制的。那数量管制，美国的军工生产的速度就降速了，因为你军工生产，你有机器、有设备、有人才、有厂房，但是你们原料就是少，这个是战略物资。中国大陆把稀土当作战略物资，稀土总共17项元素不等嘛。刚刚厉将军也讲，那钧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你总共有17种。所以中国大陆这边管制之后呢，美国就要降速。我们看美国要做一架 F-35，我们叫雷达、火控系统，还有包括它的发动机，还有伺服器，还有通信设备都要稀土。总共一架 F-35用了多少？408公斤，这一架飞机你用了各种的稀土，用了408公斤。我们看一个神盾军舰，神盾军舰是从7000吨到14000吨不等，看大小。那我们拿1万吨来这个神盾军舰来看，神盾舰它要稀土的各种，因为它包含它的主机，
包含它的相位阵列雷达，还有通讯设备，还有电站设备，哇，那么多总共需要光做一架针对军舰要2300公斤稀土，哇，那么多那你的军工生产速度都要靠稀土啊。那中国大陆从这个地方一管制，是不是掐到脖子？那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知道，这是个战略物资，干嘛要无限制供应？所以现在面临一个情况，稀土价格飞涨，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你一做管制，那就物价就整个高起来了。那美国的军工的，你看它的生产的成本是不是就居高不下？也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因为来看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你包含巴西也有稀土啊，马来西亚也有稀土啊，越南也有稀土啊。那为什么？因为提炼技术跟装备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是有稀土就可以做提炼。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它的卡脖子或者做一个总量的管制，也控制了相对间接控制了美国军工生产的速度。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